我明叫年青人啊唔用槓桿啊，就係阻人發達啊，阻人發達死全家噶嘛。佢哋覺得咧本金少咧，所以更加要用槓桿嚟到放大回報。我係真係明嘅，我自己都係過來人，但係咧我就認為呢個係大錯特錯嘅觀念。已經有唔少道學之士咧，就反覆講完又講，講完又講，就咧大力咁樣陳述咧做槓桿嘅危險嘅。我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詳噶啦。我就唔係想重複呢一啲咧諗化世人嘅道理咧，因為我知啲年青人咧係聽唔入耳嘅。我認為咧喺幣市嗰度用槓桿咧，最難應付嘅風險咧，唔係嗰個價格波動啊，因為咧價格波動咧都應該係你呢個有啲交易策略入邊咧考慮咗嘅因素嚟嘅。價格波動咧，甚至有陣時咧係有助於你嘅，呢個就視乎你嘅交易策略啦。應該就係散戶咁樣短炒啊，越大波幅就越中意噶嘛。應該事實上咧，用呢啲 DCA 啦、平均成本法啊，都係試圖咧就將呢個波幅咧就化為咧自己嘅優勢嘅。喺幣市用槓桿交易咧，我覺得最難化解嗰樣嘢咧，其實係個平台嘅風險。無論係中心化定係去中心化嘅交易所，或者呢啲咁樣交易平台咧，都有呢個風險嘅。而呢個風險嘅致命嘅地方就係咧，佢好似飛機失事咁樣啊。飛機失事咧發生機率其實就比較細啦，但係咧其實呢個係 all or nothing 嘅，係啊，即係你係一揦嘢你就全輸嘅啦，基本上係啊，一中招就幾乎肯定收皮嘅。如果你喺一啲某交易所咁樣進行一啲10倍嘅槓桿交易，做得交易就係有贏有輸嘅啦。關鍵係贏嗰陣時咧，就嘅獲利啊，就超過輸嗰陣時嘅虧損啊嘛。可以咁樣講啦，虧損其實係交易嘅必然組成部分嚟嘅。最尾係睇嗰個 expected value， 但係諗下喎。如果你可以獲利嗰陣時，你嘅平台出咗事，咁你成套交易嘅策略啊，嗰個 pay off 咧個計算都會錯噶啦。然後你用槓桿就更加放大咗呢個風險。又例如啦，你啲交易策略咧就可能去到一個位出現一個信號，就指示你要平倉止蝕離場噶啦。但係因為個平台嘅問題無論佢係突然間倒閉定還是突然間有系統就 down 咗 server down 咗咁樣，咁你平唔到倉。咁如果你喺槓桿緊嗰陣時咧，呢個虧損就遠超過你原以為可以承受嗰個程度嘅。但係大家再諗下，就唔同飛機失事喺個幣圈呢個幣市啊，呢啲咁樣嘅交易平台交易所出現風險嗰個概率咧，一啲都唔細嚇。大家近日應該都心同感受啦，係咪啊？你就已經窮噶啦，所以你嘅本金係最重要嘅，就千萬咧唔可以冒一個咧會令自己難以翻身嘅風險。尤其係如果你深信自己未來一定會成功，我相信應該係咁樣啦，正面嘅人應該係咁樣諗噶嘛。首先嘅任務咧，你要將自己留喺個場上面先。喺幣市入邊呢個槓桿帶嚟嘅風險啊，我認為咧就已經係接近呢個咧被罰永久停賽嗰個程度嘅風險。即係咧個風險咧就唔止係你嗰一下要承受一個極大嘅財務損失啊，而係你之後咧再出現一個大趨勢，自己就算係睇中咗都好，你有一個好好嘅交易策略都好啦，你都已經冇辦法去把握，因為你已經離咗場啦。點解你離咗場啊？因為你輸咗本金咯，個老本輸咗咯。你諗下，你輸10% 嘅話咧，你剩低嘅本金要贏翻11% 先至打和。你輸咗50% 咧，你用剩低嘅本金咧要贏1倍，你先至打和。所以咧，你一旦因為呢啲槓桿再加上一啲交易所嗰啲平台風險咧
令到你產生一個極大嘅難以翻身嘅損失啊！你日後你更有能力，你更有勝算都好啊，你已經冇呢個參賽資格啊，因為你已經輸到翻唔到身啊嘛。即係咁樣講咯，你射12碼更叻都好，你都未捱到互射12碼，你就已經紅牌離場啦。咁你仲有咩用呢？如果已經成功同埋已經富有已經有名氣嘅人呢，呢個世上好唔公平嘅，真係佢哋賭錯邊都好呢，都仲有可能有東山再起嘅本錢，因為佢哋有聲譽、有品牌、有人脈，後面有金主。但係如果你只係一介草民呢，你冇呢一種咁樣嘅優勢呢，你又一定要明白有啲咩風險你係不能承受嘅，你情願錯過都好，因為之後仲有賺錢嘅機會啊嘛。但係你個老本一蝕入肉呢，你係冇辦法再把握之後未來嘅趨勢咯。所以就希望真係大家明白，越窮就越唔能夠用槓桿交易，尤其喺幣市。